为什么诬陷宇泽？你说我为什么要诬陷他？你不要乱说。现在只有我知道你是宇泽的线人。只要我删除掉里面的资料，你就彻彻底底的是个贩卖人口的罪犯。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快说真话。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你再问我100次、1000次，我说的还是一样。把手举起来。我手上有60万现金，你放了我，钱就是你的。你应该很清楚，当警察赚得了这些钱吗？把袋子放下。 我保证，我在新加坡从此消失。我不会说是你放了我的。就是这里了，他们明明就在这里了。你确定？肯定是这里啊！我刚才就是站在那边，清清楚楚看到宇哲跟沙帆是站在这里的。马上分头去找张警官。是。是崔秀玲的父亲吗？不是很熟，不过我看过他喽。那他们2个的关系怎么样？他的父亲很严厉的，平时都不让秀玲出门。如果学校有课外活动，他爸爸会到学校里陪他。我觉得他爸爸好像把秀玲当成犯人一样来监视。秀玲有没有非常抗拒他父亲的做法？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的感受？秀玲不太说他家里的事，不过我看得出他很不开心喽。
那黄淑芳和秀玲的交情怎么样？他们是好朋友，不过后来闹翻了。为什么？为了个男生哦。黄淑芳曾经喜欢过这位男生，他叫 Mark， 他却误会呢 Mark 喜欢的是崔秀玲，因此他就制造了一些谣言来重伤崔秀玲。当崔耀东知道这件事之后呢，还到学校去教训了黄淑芳一顿，最后这件事情闹到了校长那边去。那就是说崔秀玲有绑架黄淑芳的动机了。喂，你不是还认为崔秀玲就是绑匪吧？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，不是他还有谁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崔秀玲已经在半年前死了。假设秀玲还没有死，她可能是通过非法途径再度回来本地。她不回家是因为害怕她父亲。怎么说啊？从秀玲朋友口中，我们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娇柔的女孩子，她喜欢可爱的小玩意，可是她房间却没有一件女生喜爱的物品，这对一个年轻少女来说实在不寻常。崔浩东连一样小东西都这么在意，可想而知，他不会让秀玲自由布置房间。还有，房间里大部分的照片都是浩东和秀玲的合照。我们没有其他亲人，就只有我跟他相依为命。崔浩东不止一次强调他和女儿的关系，可以想象他非常保护秀玲，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。他不能忍受秀玲和别人的关系轻过他，所以他对秀玲的生活起居严加管制。崔浩东是个占有欲超强的控制狂。如果是崔秀玲，早就离家出走了。如果她真的还没死的话，我想她会选择逃离以前的生活，因为她要逃出浩东的掌握。可是照你那么说，如果崔秀玲真的还没死的话，她应该有多远逃多远，怎么可能还会回来新加坡呢？而且，崔秀玲怎么可能这么大胆去绑架黄淑芳呢？难道就为了她当年重伤她？在没有更好的推测之前，不妨天马行空 ，try to think out of the box。对了 ，Zon 和 Tiger 在皇家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从交赎金到现在已经超过36个小时了，一直没有绑匪的消息。黄氏夫妇担心他们已经撕票了。虽然还不清楚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，可是我还蛮肯定他们不会撕票。我们现在可以试试看查出秀玲的行踪，大家分头去找吧。要找死人，应该去找抓给师傅啊！唉，你的头脑啊，比盒子还四方。没听老大说吗 ？Think of the box。难怪老大说你的智商还没有超过85啊！是啦是啦，做工啊。喂。万一我发生什么意外，你可以去找胡小曼警官，你可以信任他的。你这么信任他，是不是不止同事那么简单呢？记得，胡小曼。你想见我？你就是胡小曼警官。我上次好像没有正式自我介绍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没想到竟然是你，你这真的是好介绍。你要见我有什么目的？我是宇泽的线人。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话？宇泽告诉过我，他把我的档案用密码封存了起来，密码是 DABAO 大包0505，第一个字 D 是大字母，你查查看就知道了。你5年前开始当宇泽的线人，
05年5月10号正式开始。这5年来，你陆陆续续帮宇泽调查几个案件，最新的一次是调查一个人贩集团。山帆是人蛇集团的老大，专门安排人蛇非法进入新加坡，同时他也控制一帮被逼送来卖淫的女人，专做高级妓女。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才得到他的信任，现在才有机会参加他的大买卖。既然已经掌握山帆的犯罪证据，为什么不逮捕他？宇泽要抓的不单只是山帆，同时他也要抓那些输送人蛇进来的外国犯罪集团，所以等到现在才开始行动。黑智是其中一名成员，是山帆杀了他。是的，他死得很冤枉。宇泽一直对我保密这件事，应该是为了保护你。我知道，没想到就快破案了，宇泽却突然失踪，我担心他可能出事了。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，说一说当时的情况。我当时听到枪声，我就跑过去看，我看到宇泽拿枪指着山帆，山帆手里有一个袋子，他拿给宇泽看，好像是说：“当警察赚得了这些钱吗？”把袋子放下。我可以保证，我在新加坡从此消失。我不会说是你放了我的。听到这里，阿毛就袭击我，就拼命的逃，后来被警察抓去现场，2个都不见了。没有了，我都说完了。你这份口供会引导别人相信宇泽是为了那笔钱帮助山帆逃走的。我没有这样说啊！你说谎！我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诬陷宇泽？你说！我为什么要诬陷他？你不要乱说！现在只有我知道你是宇泽的线人，只要我删除掉里面的资料，你就彻彻底底的是个贩卖人口的罪犯。你不是说真的吧？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快说真话。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你再问我100次、1000次，我说的还是一样。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前，给我留在这里。嘿，你就这样走啊？至少让我打个电话给家人报平安吗？白骨精。
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应该很清楚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案发现场。Sir， 我觉得有必要来案发现场了解宇哲失踪的情况。你大可以放心，我很重视这个案件，我会亲自调查。Sir， 我要求协助调查宇哲失踪的案件。我们这里已经有足够人手来处理这个案件。谢谢你，你的提议我心领了。宇哲的线人要求见我，可见他对我的信任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那就是说你不信任我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曼，我明白你和宇哲的关系，你们一直都很好，也许已经超过同事的关系。Sir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同事，没有别的关系。宇哲是我最器重的部下，我比任何人来关心他的安危。你放心把这个案件交给我。再说，你的绑架案查得怎么样了？你已经够忙了，不应该再干涉其他案件。我答应你，有任何消息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Karen， Sir， 你真的相信宇哲会贪污吗？现场找到的弹壳，证实是由宇哲的配枪手发出。宇哲在当时开过一枪，我们也找到另外一把手枪，相信是属于善犯的。可是他并没有在现场开过枪。这里的血迹，经过化验之后也证实是善犯的。也就是说，宇哲当时是掌控现场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？很明显，当时宇哲没有受到生命的威胁，可是他却在这里和善犯一起失踪，现场的赃款也不见了。我们不能排除宇哲有帮助善犯逃走的可能性。Sir， 你了解宇哲的，你真的认为他会为了钱做这样的事？我也不希望是这样。小曼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参与这个案件。你已经被私人感情影响你的判断力。这个线人真的很难呢，出卖别人就算了，还要害死人呢。我不想做这种事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继续帮你抓善犯。但是做完这次之后，我不想做什么线人了。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没想到真的被我说中。你又想怎么样？你对宇哲有多了解？老实说，我认识他那么多年，好像有点不了解他。你呢？你了解他吗？他不习惯和别人分享心事的。对啊，他就是那种把心事藏在心底的人，不想说的话，打死他也不会说的。其实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宇哲会选你当线人？我也不懂哎，我好像有问过他，他说我是那种不会被人家提防的人，最容易被人家相信的，所以是最适合当线人的。我看过你的档案，从小在牙龙街混，做了不少犯法的事，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坏事嘛，而且过了那么久，哎，
你不是想要放我旧账哈？像你这种街头混混，怎么会想改变当宇泽的线人呢？愿意告诉我吗？如果不是因为我爸爸，我现在可能还在糊里糊涂的混日子。我故事很长的，你想听？我爸以前是警察，很想要有个儿子，才知道生了我这个女儿。不过他也不管了，死都要我当警察。你这个样子怎么当警察？我根本就不喜欢当什么警察，都是你逼我的。这次不行，那就下次再考。总之啊，你一定要给我考上警校为止。你笑啊！要考你自己考得够，我才不要当你的木偶啊！整天这样吵吵闹闹，我再也忍受不了，就离家出走了。我爸就到处找我，就到处躲着他，被他抓到就硬把我拉回家。过了不久，我又逃走了。最后我爸也灰心，就再也不理我了。6年前，有一天他突然跑来找我。郑怡，郑怡，回家吧。郑怡，跟我回家吧。回什么家？这里就是我的家。郑怡，你不要这样。郑怡，郑怡。当时我真的不明白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他会突然来找我？而且这次他真的缠着我不放。郑怡，郑怡，跟我回去吧。放手了，郑怡，你跟我回去。起来了，你要睡，回去自己家里睡了。喂，你是狗啊？好狗也不挡路的，起来了！你不要假假了，你装死啊！嘿，起来了，喂，嘿。医生告诉我，我老爸早就患上绝症，我整个人傻掉了。原来他是来见我最后一面的，可是我却这样对他。那时我在想，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雷公，我早就应该被劈死了。
没想到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你好，我叫张宇哲，我曾经是你父亲的属下。这个英勇勋章是你父亲交给我的，我本来要还给他，没想到他为什么把这个给你？几年前我想退出警队，你父亲问我为什么，我告诉他，不管我多努力，逮捕多少罪犯，明天又会有新的罪犯出现。我很累，灰心，不想做下去。那时候，林警官也没有怎么劝我，他只是把勋章交到我手中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你拿到同样的勋章，你才把它还给我。那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要退出警队。2天前，我拿到了同样的勋章。我本来想把这个交给他，可惜太迟了。现在只好把它交给你了。你还在当警察吗？当然，我很感激你父亲，因为他告诉我，没有人可以放弃你，只有你可以放弃你自己。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完成我老爸对我的期望，我一定要证明给他看，我是林刚强的女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当宇哲的线人。听了你的故事，我更加相信宇哲的为人，他绝对不会是个贪污的警察。你说的对。当时他为了救我而让黑芝当我替死鬼，我是很不认同他做法。但是他是做大事的人，有他自己的一套。如果有谁告诉我他会为了钱而跟香帆一起同流合污，打死我都不会相信。肚子饿啦，可以帮我打包吗？可以的话，最好是大包啦。不吃东西的话，我的头脑会自动 off。你自己去吃吧。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证实你是宇哲的线人，上头也下了指示要释放你，你还留在这里干嘛？原来我早就可以走了，早讲嘛！害我浪费那么多口水。
你认得她？她叫崔秀玲，是个失踪少女。你是不是见过她？认得又怎么样？不认得又怎么样？她牵涉一宗罪案，是个关键人物。你是不是见过她？在什么时候？你把我关在里面10多个钟头，连个大包都不肯帮我买，现在要我帮你，呵呵，难呐！案件关系到受害者的性命安危，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见过她？是啊，这么严重吗？当然啦。不认得，拜拜。你。大包，大包姐，哎呦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大包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吃了东西没有？都没瘦到，应该没有饿到啊。谁说没饿到？饿了10多个钟头啊！来，大包姐，来吃东西，来吃。我是真的很想念你们啊！大宝姐啊，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是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？你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死？什么？你有绝症，又不告诉我们，根本就不当我们是一家人。大宝姐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死了还要我们帮你收尸，很麻烦的。等一下，呸！谁说我得了绝症啊？没有吗？那你无端端的离家出走，什么都不说，那我们就真的以为你有绝症，想不开喽。我没有得绝症，也没有离家出走，虽然我是差点就死掉了。我越听越不乐嘞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反正案件都破了，跟你们讲也无所谓啊，我也不想干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暗地帮警察当线人，因为这是很机密的，所以以前一直不能跟你们说。做梦？不相信啊？大宝姐，你没拍戏咩？你当线人，笑死我们了。大宝姐，我看你哦，不是得了精神异想症，就是精神分裂症，再不然啊就是妄想症。你当我在发神经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不相信你们可以看新闻啊，阿毛跟基金都被警察抓了，阿宝也被打死了。不过山帆却失踪了。哪个警察那么异想天开，竟然会找你当线人啊？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警察，叫张宇哲。但是他也失踪了。哎，你真的当线人啊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哎，大宝姐，你当线人应该有线人费了，多不多啊？还好啦，不然你以为单靠我们包店养活一家大小，早就饿死了。哎，那你这次的线人费收到了没有？既然不做了，应该有退休金才是啊。对哦。但是这次负责给我钱的警察已经失踪了，跟谁要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啊，这次我命捡回来，算是赚到了。不行，哎，你是拿命去搏的嘞，这笔钱一定要收。对喽，欠你钱的是整个警察部门，虽然那个负责人不在了，但是那个线人费你还是要去领取的。哎，等到你收到线人费，我们就相信你当过线人喽。
Good morning， 正好赶上吃早餐。你整夜没回来，不会有什么大案件吧？改天再告诉你吧。我现在累得动根手指都没有力气啊。昨天隔壁Mr.森问我，你妹妹到底做什么工作啊？为什么老是3更半夜才回来？我哪里像是你妹妹呀？女人不保养很容易老的，像你这样整天熬夜工作，早就变成残花败柳，而且很快就要落叶归根。那个Mr.森是不是瞎了眼啊？你本来可以过很舒服的日子，可是偏偏自讨苦吃，做什么警察，这是贱骨头。你本来也可以退休享福啊，你只是放不下律师楼，跟我一样贱啊。我们半斤八两，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我是女儿啊。说真的，你也该为自己将来打算。我可不想跟一个老姑婆一起生活那么久，难道真的要一起落叶归根啊？我也不想跟一个毒舌老巫婆过一辈子。吃你的早餐吧。怎么啦？有心事就说。虽然我有点嫌弃你这把年纪还黏在我身边，不过偶尔听听牢骚，我还可以的。好，我说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可以生气啊。Overrule？ 那算了。说吧，我有那么小气吗？爸失踪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一种被他背叛的感觉？我说过，不要提起任何有关他的事。我不是故意要提起的，我只想了解你当时的感受。你别想在我口中套出任何有关你爸的事。妈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的好朋友失踪了。我有一种被他背叛的感觉。为什么会在宇哲的家出现？我是在进行调查的，你呢？说。调查？我看你是想来毁灭证据吧？不要逼我动手。把双手举起来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说。哦，我来这里是想来看看有没有宇哲失踪的线索。到底在找什么？
哦，没有啊，我来的时候大门已经开着，我进来这里，房子也已经被收过，我还以为进贼了。我骗你做梦？喂，你不要用枪指着我嘞，很危险的。你最好是在说真话。 不要逼我！宇哲失踪了，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了吧？你怎么知道宇哲失踪的事？谁告诉你的？到底是谁告诉你？昨天晚上，我发现这张纸出现在我车上。不要问我是谁干的，我不知道。这个案件是保密的，怎么可能会泄露出去？你确定只有警局的人才会知道吗？难道你内部？可是，为什么他会把这件事告诉你？我怎么知道？ 你到宇哲家有什么目的？不如你先告诉我，宇哲为什么会失踪？你知道这小女孩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宇哲把照片摆在房间里，可见这个女生对他来说很重要。但是宇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小女孩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会不会是他私生女啊？不可能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宇哲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，就算是私生女啊，我们也不会知道的。不要乱猜了。总之，我肯定宇哲不会有私生女的。你很介意他有私生女吗？关我什么事？现在最重要是找出宇哲失踪的线索。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是破门行窃的话，怎么会放过这些？对呀，他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还在，就是人不在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进来搜索的人应该是认识宇哲，会不会跟他失踪案有关？有可能。可能是他仇家干的。 但是宇哲抓过那么多人，怎么知道是哪个呢？我已经在查宇哲逮捕过的罪犯，但是或许有人想对付他。你把他们资料给我，我可以帮忙查查看，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。这个人到底在找什么？